我跟在周泽川身后10年，他仍是不爱我。我家破产后，他不得不遵循上一辈的遗愿娶了我。他从不碰我，只将外面的小白花养得骄纵无比。他说林淑瑜是个可怜的女人，离开我，谁会要她？可后来我真的消失在他的世界里，他却急了。小鱼，以前是我对不起你，我改，我都改，求你给我一次机会。可我已经不需要了。分针指向12点，满桌的饭菜已经凉透了。今天是我和周泽川结婚3年的纪念日，我等了他1天。我揉了揉酸痛的腿，让王妈把饭菜倒掉。其实我本来也没抱期望他会回来，这3年周泽川回来的时候很少。我知道他不愿意面对我，他宁愿睡在公司，也不愿意回来看见我的脸。只因为这段婚姻不是他自愿，是被我父亲逼的。我不想再等他，一个人回了房间。这房子我一个人住惯了，睡得迷迷糊糊间，我感觉身边他陷了一块。转过头，我看见了眼波迷离、脸上红得不正常的周泽川。他不耐烦地扯着领带，手上摸索着向被子里我的身躯靠近。他的身上凉，我下意识地抖了抖。泽川，你喝醉了？他握住我的手抽出来，放在他的领口，沉声命令，给我解开。我惊讶于他的靠近，往日他最是讨厌我的触碰才对。我咽下心底的情绪，不太熟练地帮他把领带解开。他的眸子黑得不像话，直直地盯着我，让我有一种他是清醒的错觉。可是清醒的他大概会一把把我推开吧。心中泛起苦涩，我准备躺回去，却又被周泽川拽到怀里。他的动作粗鲁，我的睡裙险些被扯坏。他将头埋进我的颈间，唇一下一下地贴着我的皮肤，贪婪地汲取。我被弄得痒痒的，却不愿意推开他。此刻是我得来不易，借着醉酒的他才拥有的片刻温存。他的手很大很烫，我被他禁锢着，止不住的抖。他似乎意识到了我的害怕和与自己较劲的倔强。周泽川咬住我的唇，撕磨，低笑。怕什么？怕就不要，好吗？我忍住眼泪，拼命地摇头，伸手攀上他的肩，主动献上吻。他似乎很受用，房间温度上涨，雨夜的黏腻蔓延到屋内。周泽川，我轻轻喊着。眼前这个抱着我的男人是我喜欢了10几年的人，他的名字我叫了10几年，得到的回应却寥寥无几。我有些想哭，他却误以为是我害怕。他将我翻了个身，我的头撞到柜子，疼得喊了声。他并不在意，凑过来想亲我。今天怎么这么乖呀？小姨。周泽川的脸近在咫尺，呼出的热气洒在我脸上，我却觉得如坠冰窖。你叫我什么？周泽川对我阻拦的动作不满，却还是配合着回答我的问题，脸上的纵容让人心悸。小姨，我的宝贝小姨，怎么了？我猛地将他推开，扯着被子盖在身上，眼泪止不住的流。直到这一刻，我才恍然大悟，周泽川不爱我，他把我当成了别人，别的和他有过温存，让他流连忘返，耐心哄着的女人。周泽川摔到地上，惊醒了不少。看清我的那一刻，他脸上闪过懊悔、无措，随即又马上恢复成冷冰冰的模样。他没有一丝要解释的样子，冷静地收拾好自己，平静地准备离开。滚！周泽川，你真恶心！我抓起床头的结婚照，狠狠地砸向他。我的声音已经抖得不成样子，汹涌的难过和愤怒几乎淹没了我。他怎么能出轨？他就算不爱我，又怎么能去爱别的女人？他的一切都是我给的，他凭什么抛下我去爱别的女人？周泽川沉默地收拾好相框，重新放在床头。他的沉默让我愤怒，我拿起枕头，一下一下地往他身上砸，一边砸一边骂他狼心狗肺，骂他言而无信。你明明答应过爸爸的，周泽川，你明明答应过的，你凭什么出轨？要不是我们家的资助，你根本不是现在这样，你怎么敢这么对我？周泽川突然抢过枕头，他青筋暴起，眼里的冷意如冰茶般刺人。他抓住我的下巴，声音如同淬了冰。林淑瑜，你知道我有多厌恶你吗？你爸已经没了，你以为你现在的生活是靠谁？再闹，我会把你丢出去，让你也尝尝流落街头的滋味。我的泪落在他的手上，被他嫌恶地擦掉。他不再看我，转身重重关上房门。巨响使我本就紧绷的神经彻底崩溃，我哆嗦着手摸出2片安眠药，仍是止不住的心悸。这已经不知道有多久，每晚我只能靠安眠药入睡了。这冷冰冰的房间比起家更像是一个牢笼，一个我曾经心甘情愿被困的牢笼。第一次见到周泽川时，我并不喜欢他，他脏兮兮的，与我从小到大接触到的环境格格不入。我本以为他会像以往父亲帮助过的小孩一样，露出让人恶心的卑微谄媚。我故意针对他，拒绝和他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，想看他难堪。可他只是默默地回到他的小房间，我顿感无趣，一连几天没叫人留他的饭。他本就瘦小，又总是沉默，
最后直接饿晕了过去。父亲知道后狠狠地训斥了我，我委屈极了，认为是周泽川告的状。我怒气冲冲地跑到病房，却发现他比我想的还要清瘦。周泽川偏头望着窗外的梨花，露出的手骨骼清晰可见，仿佛轻易就能折断。那时我才知道，周泽川没有家人了，他的父母在工地发生事故，草草地下了葬，只分给他2万块钱，而那个工地是我父亲的产业。我第一次为自己的幼稚产生无措又懊悔的情绪。后来想想，我几乎所有的第一次都跟周泽川有关。他和我上了同一个学校，有不少女生喜欢他，毕竟那时的他已经又高又帅，成绩优异，气质忧郁，没人不喜欢，包括我。我很讨厌那些女生给他写的情书，命令他全部丢掉。他不会拒绝我的话，我早就把周泽川当成了我的东西。有人觊觎，我会赶跑；有人欺负他，我会帮他报复回去。几乎所有人都默认了我们2个是一对。周泽川也从不解释。周泽川慢慢显露出经商天赋，父亲很满意，扶持他早早地进了公司。周泽川很努力，一点一点拼命地向上爬。父亲早就看出我的心思，他没反对，只是语重心长地让我一定要把自己放在第一位，自己不开心了就要及时抽身。那时我坚信周泽川爱我，除了我，他从来不会接近任何一个女人，他的目光只会集中在我身上。我不喜欢金融，不顾父亲的反对，学了画画。相隔2地的我经常偷偷跑到周泽川的学校去看他。渐渐的，变得讨好的人是我，跟在身后的人也变成了我。我却丝毫没有发现，认定了我们是互相喜欢的。当我以为一切都完美到了极点的时候，父亲突然得了绝症，我感觉天塌了，整日以泪洗面。那时开始，我便打不通周泽川的电话，他拒绝了我的一切沟通。我跑到他的学校，冒雨站在他的宿舍楼下，他也拒绝见我。他能拒绝我，却拒绝不了我的父亲。父亲拉着我的手，警告周泽川，只要他还在林家的公司1天，他就必须好好对我。我以为我深爱着周泽川，可当这世界上最爱我的人要消失时，我却发现什么都不重要了。父亲把股份给了我，把位置给了他。父亲走的那一刻，我的心也跟着走了。我清楚地意识到了，周泽川根本不爱我，他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进公司。这个世界上真正爱我的人走了。周泽川自那晚之后没再回来过。我再也不用守着空旷的房子，无望地等待了。我拟好了离婚协议，放在最显眼的地方，确保周泽川一眼就能看到。可周泽川拉黑了我，我联系不到他。好不容易晚上他的朋友说他喝醉了，让我去接他。我没拒绝，正好当面和他说清楚。这3年我们互相搓磨也够了。我随手披了件披风，行驶在寒风中。还没进包厢，我便听到了里面的声音。男人们的吹嘘不绝于耳，女人们的声音千娇百媚。我下意识皱起眉，周泽川不像是会参加这种聚会的。果然，他并没有如他朋友口中那样醉得不省人事。我不想进去，发信息让他朋友把他喊出来。朋友没理会，里面的讨论越来越不堪入耳，各种污言秽语，男人们兴致勃勃地议论女人，甚至把自己的老婆情人拿出来比较。我懒得再听，转身准备离开。可一道甜蜜的声音让我停住脚步。周总，你也说说嘛，据说您和夫人从小一起长大，感情好得很啊。透过门缝，我看到周泽川没什么表情地转动着手里的酒杯。他没说话，周围的人自然不敢吱声。他旁边的美女看起来胆子很大，攀着他的胳膊，不满地摇了摇，似乎要从他嘴里听出否定的话。我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，他大概就是小姨吧，看起来很年轻，不用怎么化妆也很漂亮。周泽川没推拒，任由他靠在他怀里。不用周泽川开口，自然有人能说出让他开心的话。一小姐哪里的话，在周总心里，那个女人哪里能跟你比啊？咱周总哪次宴会不是有你当女伴，我们看一眼都不行，宝贝得很呢。众人的附和让小姨很得意，仿佛自己已经是周泽川的夫人了。她大胆地坐到周泽川腿上，搂着他的脖子，语气里满是占有。阿川，你跟他离婚吧，我想嫁给你了。我紧紧地拽着门，让眼前这一幕印在脑海中，一遍遍地凌迟着自己。周泽川是个很保守的人，以前他从不让我在别人面前拉一下他的手，而此刻在众目睽睽下，他却只是拖着小姨的腰，方便她不掉下去。但小姨仍是不满，抓着他的手放在自己胸口，行不行吗？你不是最讨厌那个女人了，和她离婚，娶我呀，你说过你最爱我了。不少人起哄，包间里气氛格外热闹。可周泽川只安静地坐着，并不说话。我不知道周泽川在想什么，他抿着嘴，怎么看都是要拒绝。可他不是讨厌我吗？别闹，林淑瑜只是个可怜的女人，离开我，没有人会要她。周泽川安抚似的亲了亲小姨的脸，你知道我最爱你就行了。那个女人刻薄恶毒，别因为她生气。我怔愣地站在原地，默默地听着丈夫对我的评价。原来在他心里，
我一直是一个刻薄又恶毒的人，胸腔翻涌着剧烈的情绪。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周泽川对我的厌恶，却怎么也没想到他一直是这样看我的。明明从小他被人欺负，都是我将他护在身后，告诉别人他是林家的人，让别人不再敢招惹他。明明后来他要进公司，是我一遍一遍地向父亲保证，相信他一定能胜任。即使到现在结婚后，他从没尊重过我，任由我被人取笑，我都从来没有同他质问，仍然每晚都留着他爱吃的菜等他回来。他凭什么这样诬陷我？我再也忍受不了，一脚踹开了房门。众人见到我后瞬间噤声，周泽川的表情有一瞬间的不自然，又很快恢复。你都听到了？我没说话，眼睛在他和小姨之间来回转。小姨被我盯得不自然，主动从周泽川身上下来了。我对他笑了笑，没关系，不用在乎我，你们继续，我不是来拆散你们的。周泽川皱眉，眼底满是冷意。林书瑜，你什么意思？我的意思是，你们爱怎样怎样跟我没关系了。我将离婚协议丢在他脸上，我今天来是要跟你离婚的，是我甩了你，周泽川。小姨捧着纸张，眼里泛着希冀，可周泽川看也没看一眼。我不同意。他直直地看着我，眼里燃烧着怒火。我不同意离婚，林书瑜，你的手段见长啊！你以为这样我就会回去？做梦！我最讨厌别人威胁我。周泽川还是这么自以为是，他到现在还觉得我是在欲擒故纵，我想用手段挽回他。他以为无论他如何伤害我，我都不会离开，因为我是那么爱他。我没打算跟你商量，我是来通知你的。我淡淡的开口，撕毁了也没用，还有复印件。我会离开，你也不会有损失，以后你想和易小姐还是李小姐在一起，都可以光明正大的了，与我无关了。周泽川死死地盯着我，像是想从我的眼里看出撒谎的证据。要让他失望了，我不要他了。像是看出了我的认真，周泽川眼里浮现迷茫。林书瑜，你走了就别想回头了。我点点头，我根本没打算回头。离开之前，我似乎听到了周泽川的笑声。好啊，我早就想摆脱你了，林书瑜，你从小就压迫我，你有多喜欢我，我就有多讨厌你。你最好走得远远的，永远别后悔。他音调很高，发泄般的笑着，似乎高兴极了，周围的人都不敢说话，都不像他了。我忽然冒出这个想法，但我懒得辩解，这段婚姻对于我们两个来说都是枷锁，以前怎么样都无所谓了。我呼出一口寒气，抬头，夜空上只有依稀几颗星光，孤独寒凉。我忽然不知要去何处，我好像又没有家了。我漫无目的地走着，不知走过多少小道，才发觉身后一直跟着的脚步。我猛地回头，那人见暴露了，动作僵硬的想走。木池，我有些不确定，男人的脸庞在黑夜下有些看不清，但不妨碍我不欢迎他。今晚就是他把我叫来，叫我彻底认清了周泽川。你是来看我笑话的？木池抬眼看我，我发现他的眼睛比星星亮，里面盛着复杂的情绪，我分辨不出。周泽川他其实不是真的喜欢易仪。我轻笑一声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的事我已经不在乎了。我转身继续走，木池继续跟。我有些烦，其实木池跟我和周泽川认识的时间很长。以前我们要结婚时，木池曾强烈的表示反对，他看着我也总是欲言又止。在我和周泽川结婚后，他更是出了国，几年不见，我以为是他不喜欢我。可如今我和周泽川要离婚了，他又紧追着不放。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替周泽川挽回我？我不管周泽川是不是喜欢那个女人，都跟我没有关系了。我不想再听到他的名字。我的语气很冲，我知道，我委屈难过，我憋了很久。是木池倒霉，非要往我身上撞，被我一通发泄，是他活该。我狠狠地瞪着他，将这些年的委屈全部吐露出来。一向张扬的木池竟乖乖地站在原地，一动不动地听完我的歇斯底里。此刻街头没有其他人，我不用担心我的失态被别人看见。过了半晌，木池才哑声开口，我只是不想你太难过。我顿住，太晚了，你一个人不安全，我想跟着你，没打算打扰你。偏僻的街道边没有灯光，只有靠着依稀一点星光才能看清眼前男人眼里的认真，是我好久没有体会到的关心和担忧。只是为什么是从他的眼里？见我很久没说话，木池摸了摸头发，神色不自然。我送你回去吧。我不回去。我下意识开口，才发现自己是那么想远离那个困住我3年的囚笼。可我还能去哪呢？送我到最近的酒店吧。酒店也不安全，木池说，那个我家还有几个空房间，你要是不介意。后来我迷迷糊糊地上了木池的车，在他面红耳赤地给我系好安全带后，去了他家。木池似乎很忙，其实也可以理解，他刚回国，国内很多业务都还不熟悉。我在他家待了2天，都没再见他一面。整理好思绪后，回了一趟我和周泽川的家里，贴身的东西还得收拾出来。
我没看见周泽川，想来也是，他好不容易摆脱了我，怎么可能会回这所困住他多年的牢笼？要收拾的东西不多，我很少给自己买什么东西，平淡如水的生活总是让我没有任何欲望。我看到桌上的离婚协议，周泽川已经签好了字。我曾经很喜欢他的字，清俊秀丽，跟他本人一样。再看，已经没有任何波澜。收拾完东西，我转身出了门。离拿离婚证明还有1个月，这1个月，我想出去走走。我没和任何人说我的打算，也没有人可以倾诉。现在我才恍然发觉，我好像连一个朋友也没有。当然，我还有公司股份，还有钱可以依靠。等我真正到了期待已久的北海，才发现前半生的我一直围着周泽川转，真的放弃了太多。生活被我过得一团乱，我总是在漫长时间中等待黎明的降临，却忘了我自己本就是生命落在人间的风景。在这里，我不用再担心那些琐碎的事情，惬意放松，去看自己梦寐以求的海，去喂鸽子，躺在沙滩上感受秋风的洗礼。除了恍然遇见的牧池，其他的都在我的计划中。那伙流氓正死死地拽着我的包，牧池从天而降，和他们扭打在了一起。牧池从小打架就没有章法，我长得瘦弱，同龄的孩子总喜欢欺负我。那时我喜欢找周泽川，可周泽川只会教育我，让我别和他们接触，远离他们就可以避免伤害。我瘪瘪嘴，可是本来就是他们主动来招惹我的。小时候的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周泽川总是喜欢把我想象成坏人，每次受了委屈，他虽然帮我擦拭伤口，却一直指责我不该招惹别人。他从不在意过程，自顾自的已经认定了一切都是我的错。牧池不一样，他不着调又嚣张，像个毛头小子，在有人找我麻烦时，他会满身是刺的挡在我面前。他不问缘由，只认我。他很是嘴硬，矢口否认是帮我。小爷我就是看不惯他们，谁帮你呀？早就想揍他们罢了。他脸上挂着伤，心虚的偏过头，我碰碰他的脸，他疼得龇牙咧嘴。可是看到我的眼泪后，立马变得乖巧又小心，不知所措地问我是不是被吓到了，皱眉说下次把他们揍服，让他们再也不敢来找我麻烦。如今也是，好像没错，在我狼狈的时候，牧池总是及时出现。可他一个人显然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我谎称警察来了，趁他们愣神至极，拉着牧池就跑。我的人生一直都是按部就班的，唯一出格的事情就是爱上周泽川，现在多了一个。牧池的手很烫，不知何时我们的顺序调换。秋天的北海风凉凉的，落叶在地上像是铺了一层通往未知道路的地毯。牧池拉着我跑过，我的思绪清空，再难回忆起过往那些套在我身上无形的枷锁。我忽然有些不想放开。安全了，怎么样？你有没有受伤？牧池放开我的手，我下意识握紧，不想那儿的温度消失。没受伤。其实受伤的是牧池，他嘴角擦破了，渗出血珠。我又有些生气，仿佛小时候那股气又回来了。但是我们分开太久，我再也不能拿小时候当理由了。相顾无言，牧池和我都愣住。我走的时候没跟牧池说，我也没问他是如何知道我来了这里，就当是久别重逢的缘分。周泽川赶走了易仪，在林淑瑜离开的第3天，他不知道怎么形容自己在看见家里没了林淑瑜的东西后的感受，有一瞬间的恐慌，又很快平静下来。林淑瑜不会真的离开他的，他那么爱他，他没把他的离开放在心上，继续同往常一样的生活轨迹，仿佛有没有林淑瑜都一样。可他自己都没发现，他回家的频率变高了，甚至将公司里的生活用品全部带回了家，只是每次打开门都没有再看见那张从小就刻在他脑子里，掌握了他所有情绪的脸了。易仪很烦，他似乎认定了周泽川离婚后会娶她，更加频繁地黏着他。终于在易仪又一次提出要他们快点离婚然后娶她之后，周泽川冷了脸。他搞不明白易仪到底在想什么，他不会和林淑瑜离婚，林淑瑜根本离不开他，过不久就会回来。他第一次对他说重话，他当即红了眼。周泽川下意识地想去哄，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发脾气，又不明白为什么他这么脆弱，好似可以轻而易举地流下眼泪，让人心疼一样。明明林淑瑜就不是这样的，他从来没在他面前哭过。哦，不对，他哭过。那晚他把林淑瑜认成易仪的时候，周泽川扯了扯嘴角，却怎么也笑不出来，他们完全不像，自己怎么会认错？他懒得哄易仪，也不用再迎合他背后的势力，索性直接踹了。易仪骂他，说他没有心，说他狼心狗肺，他都受着，好像林淑瑜也说过同样的话。他忽然有些烦，觉得只有林淑瑜才配这样说他，他好像真的很对不起林淑瑜。那股恐慌感又席卷而来，他烦躁地想证明什么，他尝试联系林淑瑜，却发现他早就将他拉黑了。朋友们都发现了周泽川的不正常，他时常走神，时不时看看手机，像是在等待什么重要的消息，却总是失望。后来参加宴会，周泽川总是一个人出席，
在有人接近时冷淡拒绝，说自己已经有妻子了，可这个圈子里谁是真的爱妻子的？有人笑着，有人尴尬，只有周泽川皱着眉冲上去揍了那人一拳，两人都愣住了。周泽川不敢相信地看着自己的手，他从来没有打过架，其实有无数个瞬间，所有人都把他架在一个不得不反抗的境地，可每次都会有一道身影挡在他面前，他很嚣张，自私地将他据为己有，不让他受到任何风霜。周泽川愣了很久，那人将他揍倒在地才反应过来，他们被人拉开。周泽川的朋友终于忍不住问他最近怎么了。周泽川不知道怎么说，他该说什么？说他有些害怕面对空旷的家，明明以前无数个夜晚林书瑜都是一个人面对的，为什么到了他自己会这么害怕？给嫂子打个电话吧。有人提议，瞬间让人反应过来他的反常到底是为什么。对呀，去认个错，当时闹得那么难看，嫂子肯定伤心了，这么久了你也不哄一下，嫂子那么爱你，肯定会回来的。周泽川像是被点醒，从浑浑噩噩的状态中恢复过来，他翻出手机，却怎么也点不下去。怎么哄？他哄过易姨，但那都是为了公司，他从来没有哄过林书瑜。结婚后他们的交流都很少，他忽然发现那么长时间了，自己都不知道他爱吃什么，喜欢什么牌子的衣服，想去什么地方旅游。等他终于下定决心要打过去时，却发现他已经被拉黑了。周围的人不敢再说话。周泽川像是要疯了。我在北海待了1个月，牧池借口休假，在我公寓旁也租了一间。我待在空旷的房子太久了，总喜欢出去转，只要我开门，对面的牧池都会准时出现，仿佛算好了班。他和我一起看海、看烟花，吃小时候没吃过的小吃街，这些都是以前从没想过的。以前周泽川很忙，还没结婚时，他也不愿抽出时间陪我逛这些，那时我不想为难他，一个人也没意思，逐渐戒掉了这些。我以为过不了几天，牧池就会识趣的离开，我总是走走停停，这个也看看，那个也玩玩，没有计划，没有定性。可我从没从他脸上看出不耐烦，我清楚的知道我喜欢的那些牧池并不感兴趣，可他仍耐心的陪着我。就像小时候放学后，我总喜欢跑到小巷深处的家破破烂烂的玩具店里，周泽川说不安全，见我执意要去也不拦我，他会转身回家。只有牧池，他从不喜欢玩具，却仍兴致勃勃的要和我一起。只要是我的目光多停留了几秒，都会在第2天收到那个玩具。他什么都不说，却什么都做了，是我以前没发现。牧池，我想回去了。牧池停下脚步，偏头看我，凉风吹过他有些长了的头发，我看不清他眼里的情绪。你还会陪我吗？但现在我看清了，他的眼睛亮晶晶的。我拉起他的手，像是拉起以前那个嘴硬、默默付出的小孩。跟我一起回去吧。好。我解除周泽川黑名单没几秒，电话就打了过来。对面像是没想到我会接，顿了几秒，试探性的叫声我的名字，有些小心翼翼的。我笑了声，周泽川还会出现这种情绪，是我，下周我会回去。周泽川，准备好材料，民政局见吧。周泽川气息有些不稳，他有些急切地说，林书瑜，我不同意离婚。我叹了口气，我记得你之前已经答应了。那是气话，你怎么会听不出来？我不会和你离婚，这是你爸爸的遗言，难道你要辜负吗？他好像真的有些急了，连恨了那么久的我父亲也能作为谈话的资本了。虽然我搞不懂他在坚持什么。周泽川，我父亲说的是要你好好对我，要你好好爱我，是你先没做到我只是遵循父亲的期望，他只是想要我幸福。周泽川，嫁给你，我一点都不幸福。说出这句话时，心里最后那点郁气终于消散干净。那边久久没有回话，就在我准备挂断时，周泽川终于开口，只是嗓音格外沙哑。我知道，对不起你，我只是心里堵着一股气，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心意，认为这一切都是你们逼我的。林书瑜，你走了之后我才想明白，其实很早以前我就喜欢你了。你走了那么久，一条消息都没有，你知道我这1个月是怎么过来的吗？说到最后，他有些哽咽，像是在忏悔，对着他最真实的对象努力的挽留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大概会兴奋到流泪，但是我的人生本就不需要苦尽甘来，那些痛苦是他强加给我的。他以为他的一句道歉就能抵消我经历的所有孤独，是吗？可是你有无数种办法找到我，只是你没有行动。周泽川，你总是在说你恨我，现在又说你爱我，但是我现在什么都不想要了。他的恨不纯粹，爱不绝对，因为我对你的喜欢早就被一点一点消磨干净了。通话最后，周泽川再也忍不住呜咽起来，像是受伤的小狼崽。那我改，我都改。林书瑜，我们在一起那么久，你不能说不要就不要，求你了，你不喜欢的我都改。不需要了，这些事我需要花10几年让你改变而有的人，不需要我教，他就能把一切都捧到我面前。所以周泽川，我不要你了。回去那天，我接到周泽川的电话，是他朋友打过来的。
嫂子，你快来看看周哥吧，这些天他就像住在酒吧了，不要命般的喝，再这样下去不行啊，嫂子，你快来吧。我不知道这又是闹哪出，但我显然没有过去的打算。牧池跟在我后面，帮我把东西都放好，转头对我笑，还有什么需要的，我明天亲自送过来。哎呀，其实你还不如就住我那里，多的房间空着也是空着。他笑得露出虎牙，我就知道他在憋着什么。我连忙打断，不用了，有很多事情还需要整理，这里只是暂时的居所，我以后大概不会留在这边。电话那边的人被冷落，有些尴尬，但还是想劝我过去。牧池直接夺过手机，行了，多大的人了，还要小鱼去给他擦屁股？你不是他朋友吗？这都劝不动，没用。说罢便挂了电话。我拍拍他的肩，没事，我本来也没打算去，只要能成功拿到离婚证，其他的都与我无关。去民政局是3天后，听说第2天周泽川因为急性肠胃炎进了医院。牧池撇撇嘴，活该。我看他，你们以前不是好朋友吗？牧池一脸被冤枉的表情，他那种人自私又孤僻，谁想和他做朋友？要不是因为你。后面的他没说，但我也能猜到，毕竟周泽川那时到底和他不是一个圈子的。牧池是实打实的大少爷，能让他屈尊降贵的跟着，大概率是为了我。我不知道作何反应，但心里那股暖流涌过，很舒服。去民政局那天，周泽川准时到了，我有些惊讶，他居然提前到了。他的脸上丝毫看不出一点病气，将自己打扮得得体又精致，像是看出了我的疑虑。他低声自嘲，好不容易见你一面，肯定要好看点。我没说话，直接走了进去。小鱼，真的决定好了吗？周泽川拉住我，我皱眉，不喜欢他这样叫我。小时候我缠着他改口，他从来都是冷脸，如今这样倒是让我反感极了。我撇开他的手，点了点头。他没再说话，整个过程都很配合。见到离婚证的那一刻，我站在阳光下，竟有些想哭。反观周泽川也没好到哪去，他眼眶罕见的红了，怔愣地看着本子。我们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啊？是啊，我们在一块10几年，早就将眼前的人深深地刻印在了脑子里，本以为这辈子都不会分开，可真的到这一天，我只觉得心中无比的畅快。周泽川笑了笑，像是洒脱，开口却是自负。没关系，小鱼，我知道我以前做了很多的错事，我都会改的，我会向你证明我对你的爱。我也笑了笑，没在意，因为我知道他没机会了。林氏的核心早就受损，早在父亲手上时就一直在亏钱。周泽川到底是个半路上手的，根本应对不及，加上这些时间穆家的刻意打压，林氏的亏损空前严重。但是这些都与我无关了，父亲唯一的期望就是我能开心。以前将我托付给周泽川，是因为我喜欢，以为我会幸福。现在我找到了真正能开心的方式，便不会再回头。管他呢，公司就算倒闭了，我也能分到不少钱。而我只需要抓住自由的风，不赶路，感受路。当然少不了甩不开的牧池。全文完。